嘿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咱们接下来呢，讲讲网赚的发展阶段。第一阶段，网赚起步阶段大概于1992年萌芽。广告公司呢，利用学术资源、Internet 协议对特定的用户进行文字广告投放。隔年呢，大量技术员纷纷的投入成人和博弈网站核心技术研发。于1995年的网赚呢，起到了正面的广泛作用，其中呢，以奠定网赚的技术正确、安全性为那个时候的关键。第二个阶段，1996年7月，亚马逊公司 Amazon 网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整合方案，对世界各地的互联网用户呢，发起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联合会员营销计划。此计划包含销售提成、点击提成、广告显示次数等等的提成，但实际应用呢，广大网民仅仅也就是销售提成的项目。伴随着亚马逊公司的策略成功，多数的网民呢方才知道和开始对网赚呢有了粗浅的一点认识。第三阶段，1997年，搜索赚钱、注册赚钱、任务赚钱、介绍赚钱、调查赚钱、游戏赚钱等等等等皆应运而生。但客户端的作弊方式呢层出不穷，广告公司呢技术系统呢也没有完善。隔年呢，伴随着微软的重大技术突破，许多广告组件呢得以成功的继承，客户端只要下载广告组件就可播放广告条。此类进行冲浪的赚钱方式才正式的展开。第四阶段，伴随着03年3月的谷歌公司推出了 AdSense 网络广告，开始在互联网上泛滥。随后呢，广告的百度联盟、阿里妈妈广告联盟、商企软文的广告联盟等等大大小小许多的广告联盟形式呢开始兴起，使得一些中小网站呢有了明确的收益。一些有网络基础和资本的人开始转行做网站，一些小网站、小联盟开始层出不穷。这同时呢也带动了一部分人的职业炒米。炒米呢就是当时炒作域名，低价注册一些可能成为品牌和常见词汇的域名，囤积起来，等待机会高价再卖出去，换取巨额差价。国内的大型的炒米网站当时有名富啊、艺名啊等等，更有一些个人团队呢开设了网站学习的授课课程，从网站建设到网站收益，等等吧都有。但是由于教学的不专业，加上学习者多为无网络基础的人，授课的结果呢可想而知。下面呢，咱们说一说这个网赚呢跟传销的区别。做网赚赚到钱的人呢，全知道网赚和那个传销是不同的，可到底区别在哪儿呢？有些网赚的人呢也写了一些这些文章吧。我想这个问题呢应该弄清楚，必须的。这是一开始呢，我上网查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，都不尽如人意。我看了一些有关经济理论和市场营销的一些书以后，总结了点经验。那么下面呢，跟大家一起探讨。第一，网赚是免费的。这一条听起来好像区别不大，可能有人会问，那不就是收不收费的区别吗？我告诉你，这种收不收费的区别很大。传销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上线介绍，下线加入，下线交钱，然后上线和传销公司赚的是下线的钱，没错吧？可大家应该知道，加入网赚就是免费的。那么网赚和上线赚的是谁的钱呢？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是生产厂家和广告商呢在网站上做广告。所以不管网站上线还是下线，咱们赚的都是广告费，也就是说广告费的一部分吧。第二，传销和网赚，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放在广义上讲呢，理解呢就容易得多了。我想问一些提出这些问题的朋友，除了网赚和传销以外，就没有所谓的上线吃下线了吗？那么私企老板和他手下的员工算是怎么成关系呢？
还有批发商和零售商什么关系呢？生产厂家和代理商之间又是什么关系？第三，内容不一样。假设一家传销公司和一个网赚公司同时倒闭了，那么各自的会员都有什么损失呢？传销公司的会员，特别是底层的会员，损失的是金钱加上时间，而网赚公司的底层会员呢，损失的最多是一些时间而已，你不会受到经济上的一些损失。第四，不拉下线的后果。传销会员呢会不择手段的拉下线，否则呢会员就没法挣到钱，因为他们挣的就是下线的钱。他们必须把下线介绍进来，强制性的购买传销公司的产品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想加入就得必须交钱，那么你交了钱以后，我就给你一些产品。而网赚者不同，没有下线一样可以挣钱，只不过是有下线的话，你获得支付的时间短一点，得不到支付的可能性小一点。这就好比一个生产厂家，如果你多找一些代理商的话，你的产品卖的就快一些，多一些，赚的钱呢就多一些，快一些。而如果厂家直销的话呢，那就慢，要慢很多。第五，内容不同。上线发展下线叫传，传是什么意思呢？有第五点我们就知道，网赚没有下线一样可以挣钱。那么有没有下线可以赚钱，就意味着是工作。所以网赚中的传的工作呢，而传销中的传是一种销售。有人说了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销售不就是工作吗？你说的对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网赚中的工作就像我们平时工作一样，是领导把一些具体的活派到我们手里，我们只要去进行去干就行了。比如说领导说了，某某，你今天把这份文件打印出来。第六，不是一家人。那么传和销呢，本不是一家人。正如三言两拍的一句话，叫什么乔太守乱点鸳鸯谱，有人硬是把这两个词儿给撮合在一起。传指的是几何倍的增学，在数学上叫做几何数量级。几何倍增学的应用是比比皆是，既如此呢，人们反感的是以传销为目的的传者，或者以说传为形式的强制销售，这两个字